我叫陈景然，是江城首富恒昌集团董事长贺曼君唯一的儿子。今天，我终于可以把我心爱的女人娶回家了。2年前，因母亲反对我和女友相恋，我和她吵了一架，彻底断绝联系。那个丁天琪一家子都透着算计，这门婚事门不当户不对，我绝不同意。妈，她根本不是你想的那种女人，她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不贪图我们家的钱财，她喜欢的只是我这个人。我在乎的从来不是门第，是人品。你以为你遇到的是真爱，别人看中的只是你的钱包。我不管，我认定她了，我可以证明给您看，我不需要家里的1分钱，靠我自己打拼也能风风光光的把天喜娶回家。这3年，我每天省吃俭用，打5份工，刷过盘子，送过外卖，也扛过水泥。终于，凭借自己的努力，赚到了88万8的彩礼，还有这套价值52万的5金首饰。今天，我终于可以把我心爱的女人娶回家了。都3年了，今天我大婚，不管怎么样，还是得给妈打个电话，告诉她一声。妈，对不起，今天我要结婚了。地址发我。李助理，少爷今天结婚，带上我准备好的彩礼，跟我走。若丁家人品端正，顶配彩礼奉上；若他们心怀鬼胎，今天我绝不手软。是，董事长。天琪，妈，这是88万8彩礼和52万的5金，我陈景然承诺一辈子对天琪好，绝不让她受半点委屈。好女婿，你这心意我们领了，可这彩礼不够啊。妈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现在我要双倍彩礼，88万8不够，得再添88万8。什么？妈，你这双倍彩礼是什么意思啊？少跟我套近乎，这声妈你现在还不配叫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也是你小舅子丁甲的婚礼，这小舅子娶媳妇的彩礼必须由你这个当姐夫的来出，这是我们丁家老祖宗传下来的家规。你们这是抢劫还是嫁女儿啊？天下哪有拿姐夫的血汗钱去给小舅子填窟窿娶媳妇的道理？对啊，这不是把我兄弟当冤大头吗？景然，我也是今天才知道我家有这么个规矩。我妈把我养这么大不容易，你就听我妈的吧，我妈不会害我的。对呀，我把我们家天琪养得又漂亮又优秀，从小到大花了那么多钱，怎么能让你那么容易就接走？天琪，这88万8已经是我的全部财产了，多1分钱我都拿不出来了。景然，其实我弟弟丁甲今天要娶的是温城富豪的千金孙梦雨。孙梦雨居然是她？是啊，听说孙梦雨母亲是我们江城首富恒昌集团董事长的闺蜜，这门亲事一旦成了，对我们夫妻俩未来有巨大的助力。天琪，不是我不愿意出钱，我的情况你也知道，我和家里闹掰了，我现在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。那你就去想想办法呀！你这么爱我，帮帮我弟弟怎么了？还是说你都要娶我了，还把我当外人，不想给我弟出彩礼钱？不是我，姐夫，这就是你给我准备的彩礼吧？太好了，我这就拿去给孙家。等等，我从来没听说过小舅子结婚要姐夫出钱的规矩，这钱是我拿命换来的，我看谁敢碰！哟呵，当着这么多亲戚的面儿，你要变卦是不是？舍不得钱就别学人家娶老婆啊！陈景然，你够了！我弟弟这辈子就结这一次婚，你就不能大度一点吗？你今天依了我妈，帮了我弟，我以后在娘家才抬得起头，难道我的面子还不值这88万8吗？你的面子，我这3年打的5份工，所有的血汗，在你眼里就是你的面子。曼君啊，你也别绷这个脸了。既然小两口都要结婚了，感情又好，咱们做长辈的就多给点祝福吧。景然这孩子轴，为了这个女人3年没踏进家门一步，我今天倒要亲自去看看，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好人家，能把他迷得神魂颠倒。好啦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说来也巧，今天也是我女儿梦雨出嫁的日子，我们2家还都在同一家酒店办喜事。一会儿到了，我先去我女儿那边看看姑爷，完事儿了再去你的厅里找你们喝喜酒。先不着急过去，看看再说。这可是170多万，
索要天价彩礼是违法的。少拿法律来吓唬老娘，这是我们丁家的规矩。警察管天管地，还能管老娘要彩礼？哼！既然要双倍彩礼，那就得彻彻底底的双倍。除了现金，这清单上的5金首饰你也必须全套换成最新的款式，一模一样的，给我儿子丁家再买一份。你们这哪里是嫁女儿，分明是敲诈！好一个丁家！我贺曼君在商场上纵横20年，还没见过谁敢在我面前这么嚣张的敲诈我儿子。继续演，让我看看你们还有什么花样。敲诈？你马上就是我们家的女婿了，你的钱不就是丁家的钱吗？一家人怎么能叫敲诈？你要是现在走了，那可就是悔婚，悔婚可是要赔双倍彩礼的。妈，吉时快到了，孙家那边还在等我去接亲呢，再晚梦雨该生气了。儿呀，你先拿着这彩礼去接你媳妇儿，这边有妈在，保准给你把事情办妥，少不了你的。你给我站住！那是我的钱！你干什么？你还没娶我女儿呢。这钱你既然已经送到我们丁家了，那就是我们丁家的东西，怎么处置，给谁用，你说了不算。天琪，你说句话呀！难道要眼睁睁看着你弟拿走我们结婚的钱吗？景然，你别闹了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我妈也是为了我们好，这些礼节方面的事儿，我是小辈，当然要听我妈的。天琪，你变了。你当初明明跟我说过，你不在乎钱，你只在乎我这个人。你说过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会一直坚定地站在我这边的。陈景然，你少拿以前说事。女人的青春就那么几年，这婚你到底结不结啊？不结就赶紧滚！有的是有钱男人，排着队要娶我。贺总，查清楚了，这刘春娥是个惯犯。当年她结婚时就靠敲诈钱孵发了家，她这次故意把姐弟俩的婚礼排在同一天，就是算准了要吸少爷的血去填他儿子的坑。好一个丁家，好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陷阱！敲诈敲到我贺曼君儿子头上了。刘春娥，你是第一个。贺总，查清楚了，这刘春娥是个惯犯。当年她结婚时就靠敲诈钱孵发了家，她这次故意把姐弟俩的婚礼排在同一天，就是算准了要吸少爷的血去填他儿子的坑。好一个丁家，好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陷阱！敲诈敲到我贺曼君儿子头上了。刘春娥，你是第一个。今天我不让你把吃进去的全吐出来，我就不姓贺。天琪，难道我们这多年的感情还抵不过这些是身外之物吗？少打感情牌！你没钱，不会去借吗？还能去哪儿借？为了和天琪结婚，我省吃俭用打5份工，没日没夜连轴转，才凑齐彩礼钱。你们说拿走就拿走，我不同意！你有什么资格不同意？我老姐妹嫁闺女都要的是188万的彩礼，我只要你170万多，已经很客气了。你连这点钱都不想给，是想白嫖我女儿吗？那我之后再补上行不行？先把婚礼进行下去，这么多宾客都等着呢。不行，补上的彩礼不合礼数。今天我要是见不到这个钱，你就别想娶我女儿。景然，如果你真的爱我，为了我去借一下又怎么样呢？还是你只是嘴上说说，其实根本不愿意为了我张这个口？景然，3年了，看清楚，你爱的这个女人在用你的血给她弟弟铺路。这女方家里真够贪财的，婚礼前摆新郎一道，新郎不掏钱都不行了。也就是欺负新郎好说话，你看丈母娘那恶毒的嘴脸。为了这么多年的感情，那我试试吧。小何，真是不好意思，可不可以借我88万？我有急用。88万实在太多了，只能给你借5万。5万？这也行吧，我再找别人问问。妈，天琪，我打了无数电话，只凑齐了10万。10万？你打发叫花子呢？我儿子接亲的牌面，孙家要的改口费，哪样不要大几10万？你这10万块钱连下车礼都不够。景然，现在这个社会，男人的本事就是看他能调动多少资源。你连这点钱都搞不定，以后怎么养活我？难道让我跟着你喝西北风吗？可我现在只能凑这么多了。借不来是吧？也行，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哟，
谁要用钱啊？刘大姐开口了，我肯定得给这个面子。王老板，就是我那准女婿，想找您周转个几十万。你居然让我借高利贷！你到底想不想娶我女儿？那利息怎么算？看在你岳母的份上，给你打个折，不坑你，就按照20%的利息算吧。20个点，你这不就是高利贷吗？这么高的利息，我怎么还得起？这已经是看在熟人份上的跳楼价了，换个人，少于30个点，我理都不理。陈景然，你能不能成熟点？王叔，那是讲义气才借给你，现在哪个男人做生意不背点债？1个月10几万的利息，我们要怎么还？少废话！我女儿把最好的3年都给了你，你现在连为她承担点债务的勇气都没有吗？你是不是想白嫖我女儿的青春？要么现在签字借钱，今天婚礼照常；要么你现在就滚出酒店的大门，这婚我们不结了。少爷，这字绝对不能签！少爷，这字绝对不能签！李助理，你怎么来了？这笔要命的高利贷，我们绝对不会借！你他妈谁呀？我们丁家的事，轮得到你一个外人插嘴吗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这家人利欲熏心，贪得无厌。婚礼当天逼新郎借高利贷当彩礼，简直毫无人性。你就是景然家里人吧？既然是他家人，赶紧把差的那88万8彩礼补上。3年前我就听说你居心不良，盯着我们少爷不放，为了这88万彩礼，能陪着我们少爷演3年，还真是用心良苦啊！少爷？什么少爷？陈景然就是个臭打工的，怎么可能是什么少爷？我看你们今天就是故意来赖账的，想娶我女儿又不想出钱，还找个托来演戏，一家子猖鬼。陈景然，我再最后问你一遍，这钱你到底是借还是不借？你要是今天拿不出这笔钱，我们马上分手。那88万8的彩礼，就当是你这3年耽误我青春的补偿，1分钱你也别想拿回去。你说什么？景然，听到了吗？跟他翻脸，马上！你要是不借这笔钱，你今天不仅娶不上天琪，之前的88万8和5金你也别想拿走。太不是东西了！丁家人欺人太甚，真是贪得无厌。这新娘子也是个拎不清的，关你们屁事儿！我女儿长得闭月羞花，追她的人从这儿排到法国，为她争点利益怎么了？在这儿废话的都没出息！少为你的贪婪找借口！你这人莫名其妙。我妈当然是为了我好，难道还能害我不成？你又不是我们亲戚，少管我们家的闲事儿。刘大姐，看来这婚人家是不想结呀。行了，我这钱也有的是地方放，走了。王老板别走，他签，他马上就签。景然，你就签了吧。你知道的，我只喜欢你一个，我也想让我们3年的感情有个完美的结局啊。你签了字，我们就能结婚。少爷，你不能再犯糊涂了。快签吧，景然，笔落下去，一切麻烦就都没了。钱嘛，你以后辛苦点，多打几份工，慢慢还就是了。你的意思是，这笔高利贷从头到尾都算在我一个人的头上？废话，这是你结婚前借的钱，当然是你个人的债务，跟我们丁家没半点关系。以后要是还不上，那是你的事儿。一星，别想连累我女儿。你说什么？不用我出手了，他自己醒了。这高利贷，你让我一个人还？丁天喜，我们要结婚，你居然想让我背着一身债进门，而你干干净净的坐享其成？少爷，你清醒一点，他们这一家子居心叵测，这合同绝对不能签。一旦落下名字，你这辈子都会被这笔债务缠死，你再怎么打工也填不满这个窟窿。景然，我只想要你一个态度，如果你连这点彩礼都不给我，结婚以后我们还怎么过日子？是不是以后我要买一双鞋还要看你的脸色？就是，我们天琪长得漂亮，学历又高，跟你结婚已经是大大的下嫁了。要你多出点钱怎么了？这是给你机会表现。你这种人满脑子只有钱，你这是在卖女儿，不是在嫁女儿。哪来的野男人？我看你就是陈景然找来合伙骗婚的同伙，想白嫖我闺女，门儿都没有。简直不可理喻！少爷，这婚不结也罢。丁天琪，我已经按照你们家的要求，在5星级酒店办了婚礼，彩礼从说好的38万涨到88万，我认了；车房写你的名字，我认了；
今天你们把我的彩礼抢走给丁家用，逼我欠高利贷所有的债，让我一个人背，我也认了。但你当着所有人的面打我，你们变本加厉，一再压榨，当我陈景然是没脑子的冤种吗？这婚我不结了！真是一群疯子！早知道不来这破婚礼了，晦气！王老板，王老板，你发什么疯？给不起彩礼还想娶我女儿，还把我重要的客人气走！我看你在江城是不想混了。我看谁敢欺负我儿子！妈，你来了。傻孩子，婚礼闹成这样，你还没明白吗？你所谓的真爱，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一张可以无限透支的支票。你就是陈景然他妈。不错，我是陈景然的亲生母亲贺曼君。贺曼君这名字怎么跟恒昌集团那位董事长一模一样？新郎他妈要是那个贺曼君，新郎至于拿不出这么点彩礼吗？肯定不是一个人。陈景然他妈是吧？你来的正好，儿子结婚你一直不出现，既不给彩礼，也不给车子房子，这就是你作为婆婆的态度吗？那你想让我怎么样？你儿子还欠我们88万8的彩礼和52万的五金，你既然来了，就得替他还给我们。88万8，怎么嫌贵呀？我只是好笑，第一次有人向我敲诈这么点钱，少在那装蒜，没钱就别摆谱。今天拿不到钱，你们谁也别想走出这个大门。儿子，刚才的一切我在旁边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既然这门亲事如此不堪，那我特意为你准备的8888万彩礼，看来也派不上用场了。什么？多少？8888万？你疯了吧？吹牛也有个限度。大家想钱想疯了吧？刘春娥，我儿子这3年辛辛苦苦攒下的88万8和5金，限你3分钟内让你儿子退回来，再跪下给我儿当众道歉，或许我还能考虑给你们留一条活路。一没钱二没权的穷老婆子，还学会威胁人了，吹牛不交税是吧？还8888万彩礼，你今天要是能拿出8万块钱，我当众管你叫妈。景然，你妈是不是这里有问题？为了面子编这种离谱的谎话，只会让我更看不起你。妈，对不起，是我识人不清，还让您过来处理这种糟心事。傻孩子，说什么对不起？你是我儿子，你受了委屈，我不帮你，谁帮你？我本来想着你们一家人若是真心实意、本分过日子，这桩婚事我认了，88万彩礼我也就给了。可现在看来，你们不配。就你一个穷酸老太婆，能拿出什么像样的彩礼？开。你们丁家就为了区88万8，逼我儿子当众受辱，颜面尽失。说出去，我都怕别人笑话我们家，竟要和你们这种人攀亲。景然，这些东西还有那些珠宝、房子，都是你们家准备给我的。把东西都放在桌子上吧。这一箱是给未来新媳妇的现金见面礼，整整888万。你们不是一直嫌弃我儿子的房子又小又破吗？我早已准备了10套全国各地的豪宅、大平层、独栋别墅、常住度假都有。这些彩礼加起来，一共价值8888万。本来只要你们真心待我儿子，这些全都是你丁天琪的。可现在，你们1分1毫都别想拿到。那可是8888万，你说不给就不给。你刚才不是口口声声说我儿子穷吗？穷人的东西你要来做什么？我不是这样的，景然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你家。你刚才说有的是有钱男人排队娶你，现在知道谁有钱了，又换一副嘴脸。888万，我打10份工，这辈子也不一定赚到啊！这母女俩怕是肠子都悔青了吧？亲家母啊，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吗？还要什么88万8的彩礼啊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以后天琪和景然好好过日子就行。要是早知道女婿家这么有实力，也不会有刚才的误会了。你不会还以为到了这个地步，这婚还结得下去吧？亲家母，你这话说的，什么叫结不下去？刚才不过是闹着玩嘛，哪家嫁女儿不讨价还价的？讨价还价？
你抢走我儿子的彩礼，当众打他耳光，逼他签高利贷，这叫闹着玩儿？景然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家这么有钱。你知道的，我一直都是爱你这个人的，从来不是因为钱。爱我这个人，10分钟前你说有的是有钱男人排队娶你，我不给钱就让我滚，这些话全当放屁吗？那是我一时气话。景然，你了解我的，我们3年的感情，难道就因为这点误会全部作废吗？误会，从头到尾，你配合你妈逼我掏双倍彩礼，眼睁睁看着你弟钱抢走我的钱，我求你说句公道话，你让我别闹，嫌我丢人，这叫误会。亲家母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是我糊涂。我们一家人干嘛非要说2家话呢？天琪，快叫妈！妈，谁是你妈？婚还没结，少跟我攀亲。亲家母，之前那些话都是我嘴笨乱说的。您看这婚事，要不咱们重新商量商量？我问你，如果我儿子就是个普通人家的孩子，今天你是不是就打算把他往死里气死？答不上来，那我替你答。你今天的所作所为，从头到尾就是看人下菜碟，欺软怕硬。知道我们有钱了就变脸求饶，不知道的时候就肆无忌惮的践踏。这些彩礼1分1毫都不会落到你们丁家手里。这门亲事到此为止。亲家母，我劝你别把事情做得太绝。绝？你打我儿子耳光的时候，可比我绝多了。现在把我儿子之前支付的88万8彩礼和5金全部归还，再当众给我儿子道歉。景然，你帮我说说话呀！刚才我求你替我说话的时候，你怎么回答我的？我听我妈的，这桩婚事到此为止。亲家母，是我的错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。你消消气儿，这婚礼还得进行下去。我们刚才那么刁难我儿子，打他耳光，抢他彩礼，逼他签高利贷，大家可都看着呢。这脸已经丢出去了，还怎么捡回来？那不是还没成一家人吗？说话冲了点，少废话。88万8的彩礼和5金，现在马上归还。这钱都让丁家拿去接亲了，我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回来啊！景然，都是我妈自作主张，我也是被蒙在鼓里的受害者。受害者？你刚才逼我借高利贷的时候，台词可比现在流利多了。拿不回来，那就打电话让你儿子现在送回来。看不到钱，后果自负。婚礼都要开始了，你们怎么还站在这儿？哟，陈景然那个穷屌丝，这次下血本了啊！这鸽血红宝石项链和翡翠画件全是假的。假的？你确定？我当然确定，我在珠宝行干了5年，真假一眼就能分辨。你们看，这条鸽血红颜色发闷，荧光不对，没有天然宝石该有的通透感和色带，就是典型的合成填充货。还有这个翡翠挂件，底子发灰，结构松散，明显是酸物注胶的 B 货，根本不是天然 A 货翡翠。一般人看不出来，但我是专业的，总不能看着他们拿假货来糊弄我最好的闺蜜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霸占了我的彩礼不说，还敢砸碎我妈准备的珠宝，这些东西把你们全家卖了都赔不起。还在装富二代呢？你没听小小说吗？这些东西都是假的，休想来骗我们！假的？这是我在高级珠宝行特意定制的婚礼特别款，上面都刻了我儿子和你女儿的名字，市面上根本买不到。你居然听一个小丫头片子胡说八道就动手砸了？我可是专业做珠宝鉴定的，这些顶奢珠宝品牌怎么可能同意客户私自刻字？除非是 VVP 客户才有这个资格。如果我说我就是那个 VVP 呢？我们潇潇那是见过大世面的人，
在珠宝行干了整整5年，真假珠宝一眼就能辨。你以为你穿一身所谓的名牌，拎个破包就是真富婆了？我看全是仿品，专门来装腔作势糊弄我们普通人的。你说我这一身是假名牌？刚才要不是潇潇及时识破你们的假货，我们全家差点就被你们母子俩套路进去了。你们这家人贪婪又无知，还真是让我长见识。得了吧，别在这装模作样了。你们家要是真那么有钱，陈景然能跟你闹翻，放着豪门阔少不当，自己打好几份工，省吃俭用攒彩礼娶我女儿？儿子，你看到了吧？这就是你当年跟我闹掰，拼了命也要娶的人。妈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岳母，您看，这是我给梦雨准备的彩礼，88万8的现金，还有一整套5金。小贾啊，不错不错，以你家的情况，你能拿出这么多钱，已经很有诚意了。那当然，岳母您放心，梦雨嫁给我，保准一辈子享福。我们家不看重家世，只看重人品。你对梦雨一直诚心诚意，这才是我家看重你的原因。你要一直保持初心，两个人在一起要互相扶持。当然了，岳母，我家跟您家比条件差那么多，梦雨能愿意嫁给我是我的福气，我一定会好好爱护她。对了，我好姐妹贺曼君的儿子今天也在隔壁办婚礼，我一会儿得过去看看。隔壁？那不就是我姐和陈景然的婚礼吗？应该不至于吧？估计还有别家在这儿办。我去打个招呼。不对啊，陈景然，我一直以为你是真心爱我的，可你为什么连一点彩礼都舍不得给我？现在还联合你妈拿假珠宝来骗我！我以前也以为你是个善良正直的好姑娘，但现在看来，你真是又蠢又坏。我们家不屑拿假珠宝骗人，更不会做这种丢人的事。你还敢怪我们天齐？我看你们是被揭穿了倒打一耙，这些假东西我要报警，够你们蹲几年大牢的。你们这家人没见过什么世面，被人骗了还觉得自己聪明，一会儿要是让你们赔偿，你们可别哭。你少在这吓唬我！我知道你根本没和你妈闹掰，这就是你们母子俩串通一气，用苦肉计骗我闺女便宜嫁给你。陈景然，原来从一开始你就是骗我的。你一边说我穷，一边又说我装富骗你，你到底想让我是穷还是富？事到如今了，还装什么富二代？要不是潇潇提醒，我们一家人就被你们骗了。假货！你们拿这么多假货来行骗，就等着坐牢吧！撵吧，你撵得越碎，赔得越惨。1200万，够你把丁家卖了都还不起。贺总，小李，加上这次，总共损毁了几件？鸽血红项链1条，翡翠挂件1件，2件加起来保守估值1200万。这位刘女士刚才又补踩了2脚，从专业鉴定角度判断，碎片已无法修复，只能按全损理赔。好得很，记得去机构定损。我倒要看看，定完损你还能不能笑出来？你唬谁呢？假的能值1200万 GRS 和 GIA 双证书，编号、克拉数、产地、净度全部在案。品牌官方出具的定制确认，为庆贺恒昌集团董事长之子新婚之喜特别定制。你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上面哪个字是假的？陈景然，你是恒昌集团董事长的儿子 ，GRS 缅甸产地证明，鸽血红12.8克拉，这不可能！我看了那么多年珠宝，我怎么会看走眼？这一定是你们伪造的鉴定证书。对，就是伪造的。潇潇可是专业的，怎么会看走眼？因为你这辈子见过最贵的东西，大概就是商场柜台里几万块钱的货色。真正的顶级珠宝长什么样，你根本没资格见，自然也看不懂。不可能，这珠宝就是假的。阿姨，你信我，我怎么会害天齐呢？我去，恒昌集团那可是咱们江城首富的公司。原来这个贺曼君真是那个首富女董事长，我说怎么那么耳熟？景然，你妈妈真的是恒昌集团的董事长？恒昌集团？怎么可能？她明明就是个普通打工的，怎么会是首富的儿子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本来想在婚礼上正式介绍你给我妈认识，之前不告诉你我的家世，是怕你知道了之后只看钱不看人。现在看来，我妈说的一点都没错，你就是个只认钱的拜金女。我起早贪黑赚的88万8和5金已经多了，但我没想到我妈给我准备了8888万的彩礼。你本来可以拥有这一切的，是你自己的贪婪和愚蠢断送了这一切。这下你什么也得不到了。你说你是恒昌集团董事长，那你儿子今天结婚，怎么一个恒昌集团的人都没来啊？连个高管同事都没有，你们就是在演戏！我是临时叫我妈来的，她哪来时间通知其他人？狡辩！敢用假珠宝、假身份骗我！我告诉你们，我儿子丁甲的岳母可是恒昌集团董事长的闺蜜，他们就在隔壁。我现在就叫他们过来，看你们还能不能演下去！梦雨的婆婆居然是你！哎呦，亲家！我刚想去找你呢，就来了。
这有个人冒充你闺蜜，说自己是恒昌集团董事长，你快帮我看看，给我做个见证。曼君，你们怎么都站在这儿？你们真的认识？你们认识？当然认识，我和曼君多少年的姐妹了。姐妹？难道她真的是恒昌集团董事长？对呀，曼君是恒昌的董事长啊。你们，等等，难道景然要娶的是丁家的姐姐？恒昌董事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不可能啊！他一个打工的，怎么可能是恒昌集团的少爷？闹成这个样子，让你们见笑了。丁家拿走了景然的88万8和5金，说是给孟雨当彩礼了。丁家人不依不饶，非要景然再拿出1倍钱来当彩礼。什么？你拿给孟雨的彩礼是从景然这里抢来的？亲家母，这话说的，什么抢不抢的，都是一家人，不过是内部调配一下嘛。不是的，岳母，这彩礼是我自己赚的。你真好意思说，我起早贪黑辛辛苦苦赚的钱被你拿走，就成你赚的了？我妈说了，你的就是我的，你的钱本来就是给我准备的。好啊，终于承认了是吧？你们早就串通一气，打我彩礼钱的主意。如今真相大白，这婚事也没必要办下去了。归还我儿子的彩礼和5金，这事儿就到此为止。不对呀！如果你真是恒昌集团的董事长，你怎么会拿假珠宝来骗我们？刚才小小可是鉴定过了，你那些珠宝全是假货。我说过了，那些珠宝是真的。我贺曼君这辈子没带过假货，更不会送别人假货。至于他为什么指控我的珠宝是假的，你急什么？马上就有结果。你故弄什么玄虚？你与其在这发疯，不如问问你女儿的好闺蜜吧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的好闺蜜早就看不惯你了，不仅嫉妒你能嫁给我们少爷，为了出气，更是早就和你弟弟丁甲搞在了一起。你胡说什么？你们，给我状去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想让天琪和你们家结不成婚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我一直把你当最好的姐妹，你居然故意说那些珠宝是假的，误导我和我妈。我是故意的又怎么样？我的家世样貌哪一点比不上你？凭什么你可以拥有陈景然这么好、这么有钱的男人？我就是嫉妒你，故意和你弟弟在一起，也是为了恶心你。我真是看错你了，你个小娼妇，勾引我儿子，还破坏我女儿的婚礼，我打死你！你还是先操心操心，怎么赔偿那1200万的珠宝吧。1200万。所以丁家，你和我在一起的同时，还和这个女人一直纠缠不清，是吗？孟雨岳母，你们听我解释，那些照片是……丁家，你的人生还真是精彩啊！彩礼是从别人手里抢来的，感情是劈腿的，嘴里没一句实话。你告诉我，到底什么是真的？不是，孟雨，不是这样的，是那个贱人他勾引我的，我最爱的是你啊！好一个丁家！要不是看在你一直诚心求孟雨，我们孙家怎么可能答应你这种人的婚事？既然如此，我们这婚也没必要结了。你说什么？不行，这婚必须结！不是的，孟雨，彩礼是我自己省吃俭用、起早贪黑攒下来的，就是为了娶你。我为了娶你，我全家人都操碎了心，你怎么能不结呢？对，丁家的钱都是他自己赚的，你们别想讹人。我明明把彩礼1分不差送到了你们手里，现在直接诬陷我没给钱了是吧？你们家真是能把黑的说成白的，一点脸面都不要了。
那钱明明是我娶孟雨的彩礼，怎么就变成你的钱了？睁着眼睛说瞎话，这家人也真是够无赖的。一家子吸血鬼摊上他们家，真的是倒大霉了。你们懂什么？这钱又不会说话，他说是他的，你们就信啊？这3年，我为了和天琪结婚，省吃俭用打5份工，没日没夜连轴转才凑齐彩礼钱，刚才亲手交到你手里。就你那个破工作，你能攒88万8，真是天大的笑话！这明明是我们丁家自己的积蓄。是我本来也不相信，但是为了娶到天琪，我真的用尽了我所有的力气。原来只要够用心、够拼命，世上就没有做不到的事。陈景然，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这3年都是为了我吗？难道不也是为了你自己？你说这些不会心虚吗？心虚，丁天琪，你问我心不心虚？这3年我每一天都在为你拼命，而你现在问我心不心虚？好，我不心虚，因为我终于不用再为你拼命了。我心虚？你这话应该问问你那不要脸的妈。你敢骂我？你们家做出这种寡廉鲜耻的事来，我骂你怎么了？我不仅骂你，我还要说你们丁家全都是不知羞耻之徒。之前我就是太给你们家脸，才让你们得寸进尺。陈景然，你一个晚辈这么羞辱我母亲，这就是你恒昌集团少爷的修养吗？天琪，别冲动。妈，你干什么？吵架归吵架，动手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。我们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，没必要因为这些事儿闹掰。景然啊，之前是我们不好，我们不该刁难你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你看，天琪是真心喜欢你的，这88万8，不管是你的还是丁家的，最终不都给了孙家吗？孙家和你们又是世交，何必纠结这些呢？什么叫不管是丁家的还是我的？那钱不管给谁，是我的就是我的。那钱已经给了孙家，你别想了。孟雨都要和你们退婚了，那钱自然就该还给我。谁说要退婚了？今天这2场婚礼必须都给我办下去！你不会还在做出卖儿女换取金钱的美梦吧？今天你们家钱别想拿到，婚礼也别想办成。我再说一遍，那钱就是我们丁家的，你拿不走。你景然，要证明这钱是你的还不容易吗？你一笔笔攒下来，总归是有证据的。对，我有证据，证明这钱就是我的。这是我们的钱，你怎么证明？我手上就有证据，证明这88万8的彩礼就是景然的。我也有，我手机里有我们一开始在景然家里准备彩礼的视频，从数钱到装箱全程录下来了。这3年，景然为了攒够彩礼，连我们朋友的聚餐都很少来，哪怕是我们请他都没有时间。是啊，为了结婚，他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赚钱上。3年来，我们这帮好兄弟都跟他没见过几面，我们都说他中了蛊，变成了一个只会赚钱的机器。你们丁家不是要证据吗？我们就是最好的人证。我呸！你们都是陈景然的兄弟，肯定向着他。这视频肯定是 AI 合成的。就是，你们俩不能当证人，证词无效。我亲手把彩礼钱和5金送到了你们手里，这么多宾客都看见了，容不得你耍赖。刘春娥，你不要睁着眼睛说瞎话。是啊，这钱明明是新郎给丁家姑娘的，丁家妈妈，你就别睁着眼睛说瞎话了。我们所有人都看见了，你抵赖不了的。妈，怎么办啊？我不要和孟雨分手，孟雨要是不和我结婚，我就不活了。你们这帮人都是陈景然的朋友亲戚，肯定向着他说话。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这是我3年为了攒彩礼记的账，一笔一笔都是我存下钱的证据。昨天我为了准备彩礼，一次性把存款全部取出来，取款记录还在，还有我购买5金的凭证都在这里。如果这钱是丁家的，那你让丁家拿出取款凭证啊。你怎么没告诉我他还记账了？我怎么知道他防着我记账了？你这些东西都是伪造的，想让我儿子和孙家分手，做梦！丁天琪，你要不要看看这笔记本里写了什么？陈景然这个小气抠门的男人，为我付出这么点就要斤斤计较记账，我为什么要看他的穷酸记录？你们这家人真是没救了。孟雨，得罪了。视频你们说是 AI 的，账本你们说是伪造的。那好，你看清楚，这是我送给你的5金，被丁家拿去送给了孟雨。你看清楚，这些首饰都刻了我们俩的名字，这金镯子内壁里是不是有我们俩名字的首字母缩写？这证据够直观吗，刘春娥？既然这彩礼和5金是丁家买的，怎么会刻我和天琪的名字？你该不会又要说这也是我伪造的吧？彩礼是你的又怎么样？你给我们家的就是我们家的，我们要怎么处置是我们的事儿。你们家那么有钱，你给小舅子出个彩礼钱怎么了？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小李，丁家故意毁坏高价珠宝，还抢夺我们家的彩礼钱，报警吧！陈景然，
你们恒昌集团名声在外，因为一点彩礼钱就想悔婚，你们不怕我传出去让你们没法做人吗？你别不信，你们今天要是敢悔婚，我就破罐破摔，谁也别想好过。你们恒昌集团不怕股价下跌，不怕在江城丢人，你们就继续。彩礼你确定不退是吗？退钱？你做梦！好，既然如此，这个婚我结。景然，你说什么？你不要再犯傻了，公司不会有事的。妈，他们不是说这彩礼死不会还吗？既然丁天琪的彩礼我出不起，但是孟雨的彩礼是我出的。陈景然，你干什么？你可是我姐夫！景然，你要干什么？这婚我要跟孙梦雨结。梦雨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去，直接换新娘，真够劲爆的。这倒也没错，反正彩礼给了孙家姑娘，直接省去中间商赚差派了。确实，不能让天价彩礼这种歪风邪气继续下去。陈景然，你疯了吗？孟雨是丁甲的媳妇儿。孟雨的彩礼明明是我出的，陈景然，你敢？景然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当然。孟雨，我们两家知根知底，也认识很多年了，没有人比我们更合适。可是景然，你之前从来都没有多看过我一眼。我们以前只是朋友，我怎么会对你有别的想法呢？那现在你确定不是因为一时赌气吗？结婚可不是儿戏，此刻我非常认真。这门婚事我同意了。啊，这我也同意。好，我愿意。我不同意。妈，他答应了，他真答应了，你倒是想想办法呀！你这个小贱人，你是我们家出钱接来的，你敢嫁给别人？这钱怎么又变成你家出的了？刚才所有证据都摆在眼前了，你还想抵赖不成？陈景然，你也配追孟雨？你别以为你靠着你妈就能无法无天了，你靠你自己根本配不上孟雨。你在说我还是在说你自己啊？好吃懒做，啃老吸血，你这些年给你家贡献了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连彩礼都是从景然那里抢来的，配不上我的人是你。你们好啊！你们早就串通好了，今天就是要来毁了我的婚礼的。够了，不要再吵了。陈景然，你确定要娶这个女人？是，丁天琪。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已经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了。好的很。如果他知道我已经怀了你的孩子，他还愿意嫁给你吗？你说什么？上个月你喝醉酒那晚，非拉着我不让我回家，你都忘了吗？这不可能，我们那次明明做了错事，怎么可能会怀孕？不可能，陈景然都这样了，你还耍赖？我也是前几天才发现自己没来例假，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我已经怀了1个多月的身孕，这是孕检单，你自己看。陈景然，我怀的是陈家的血脉，你要是敢娶她，我就把我们的孩子生下来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陈景然始乱终弃，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管。怀孕6周，你说的是真的？这孕检单真的是医院开的？你要是不信，我们一起去找医生对质，我还能骗你吗？景然，这是市医院的孕检单，你要是不信，可以自己去查。我怀的是你的骨肉，是陈家的亲孙子，你不能不管我们母子俩。我没有骗你，陈景然，天琪怎么可能拿自己的名声、拿孩子来骗你？这几天天琪茶不思饭不想，老说恶心没力气，我看着都心疼。你想想，天琪跟了你3年，对你掏心掏肺，就算之前我们有不对的地方，可她现在怀了你的孩子，你总不能不管不顾吧？你要是真的娶了别人，让我们天琪怀着孩子孤零零的，以后别人怎么看她？怎么看你们陈家？妈，天琪呀，我可怜的女儿，怀着孩子还得受这种委屈。景然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刁难你，不该骗你。只要你愿意和我结婚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，好好照顾我们的孩子，家里的事儿都听你的，我再也不耍小性子了。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女方怀了孩子，男方还要娶别人，确实有点太过分了。是啊，再怎么说孩子是无辜的，总不能让孩子没有爸爸。
孩子是无辜的，总不能让孩子没有爸爸。景然，我没事，你不用觉得愧疚。不管你做什么选择，我都尊重你。只是我希望你能看清真相，不要被人欺骗，也不要留下遗憾。景然，我知道我们丁家以前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儿，可天琪怀的是你的亲骨肉啊！你要是真的不管，以后良心能安吗？景然，我真的不在乎名分，不在乎物质，我只在乎你，在乎我们的孩子。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丁天琪，你确定你怀的是景然的孩子？阿姨，当然是真的，我确实怀了景然的孩子，不信你可以去医院查。是啊，你可别冤枉天琪，这孕检单是我陪着天琪去医院拿的，我亲眼看着医生给开的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你这张孕检单也敢拿出来糊弄人？市医院的孕检单格式根本不是这样，上面的医生签名模糊不清，彩超图也假得离谱。你觉得我会相信这种伪造的东西？我没有伪造，这就是市医院的孕检单。亲家母，天琪一个女孩子，怎么敢拿怀孕这种事开玩笑？她要是没怀孕，怎么敢在这么多人面前说？哦，是吗？李助理刚才已经联系了市医院妇产科的主任，他说最近根本没有丁天琪的就诊记录，更没有所谓的妊娠检查报告，你还要继续撒谎吗？那可能是我记错医院了，我去的是别的医院，不是市医院。别的医院？那你说，你去的是哪家医院？医生是谁？检查日期是哪天？你要是能说出来，我现在就派人去查。若是真的，我就让景然娶你；若是你说不出来，那就证明你根本就是在假孕骗婚。天琪去的是郊区的私立医院，医生姓王，你要是不信就去查。私立医院，姓王的医生，我现在就派人去查。若是查不到，你们母女俩就等着自食恶果。够了，丁天琪，你别再撒谎了，你根本就没有怀孕。小小，你胡说什么？你这个白眼狼，天琪待你不薄，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陷害他？你是不是被他们收买了？我没有诬陷你，丁天琪，你根本就没有怀孕，那张孕检单是你让我帮你伪造的。小小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是真的。前几天他找到我说，为了婚礼万无一失，向你要双倍彩礼的时候，如果你不答应，就用这个威胁你。你撒谎，我没有，我从来没有找过你，就是故意陷害我。你昨天还喝了酒，吃了刺激的东西。若你真的怀了孩子，你怎么可能吃这些东西？你们根本就是在演戏。原来真的是假孕，母女俩一起骗，太过分了。竟然用这种卑劣的手段骗婚，真是寡廉鲜耻。丁天琪、刘春娥，你们真让我恶心。我没想到你们竟然会用这么卑劣的手段骗我，我们之间彻底完了。不是的，景然，我真的没骗你，你相信我。行了，鳄鱼的眼泪是不值钱的，再求饶也没用。你们丁家真可悲，落得这个下场，怨不得任何人。我们怎么可悲了？我们就是普通人家，被你们两家富豪这么算计。你们都那么有钱，还要打我们这么点钱的主意？你们这些奸商为富不仁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替自己打算？刘春娥，你们做的我们说不得吗？丁天琪骗婚骗财又假孕，你儿子丁甲在快要和我结婚的时候和你女儿的闺蜜纠缠不清，被人拍下那么清楚的证据。你们拿给我的彩礼也是从景然这里抢来的，现在倒打一耙说我们两家算计你们家恶事做尽，也配让我们算计？那些照片都是伪造的。你们家除了这个借口还会别的吗？你说到底是真是假？敢有半句假话，不让你在江温两城都混不下去。是真的，我和丁家已经在一起1年多了。你住嘴！听到了吗？在一起1年多了，你们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？丁甲，你要是能有景然一半的真诚，我都会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可是你们家做了什么？丁天琪，是你自己亲手推开了景然，你怨不得任何人。孙梦雨，他陈景然除了有个有钱的妈，哪里还比得上我？你出轨的事忘了吗？还敢这么大放厥词？我和小小早就断干净了，我没有背叛你。丁家，你胡说！你明明告诉我，只要你骗到孙家的财产，就和孙梦雨离婚，你会带着我远走高飞的。原来还是在打我们家财产的主意啊！还说以后会和我结婚生儿育女，你根本不爱我！你个贱人，你敢诬陷我！梦雨，
你听我解释，我真的没有。本来我就对这场婚礼没什么信誓旦，要不是你一直装模作样，我和我妈也不会被你骗到。还好老天有眼，让我在婚礼前发现了你们家的真面目。孙梦雨，你别被陈景然骗了，他没你想的那么好，我可比你了解他。我们俩一起长大，你说这话不亏心吗？你看不到他的一点好，只会无止境的榨取他。这是我们俩的事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所以我说，你真的很可悲。孙梦雨，梦雨，不用为了我再和他争执了。过去的3年，我自问对得起他们丁家，只不过过往那些日子让我看起来像个笑话。不，谁说你是笑话？在我眼里，你就是最可贵的人。什么？你不觉得我可笑？一点都不可笑，竟然！我从小就觉得你人品贵重。我自问，如果我是你，我都做不到像你这样无私。男人就该像你这样顶天立地，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，承担起自己该负的责任。你相信我？我当然相信你，我可不像丁家人那样无知。我为什么没有早点看到你？现在也不晚。梦雨，你是我媳妇儿，你怎么能亲她？你们看看啊，这对狗男女，他们还当众啃上了，真是太不要脸了！我就说他们两家有猫腻，现在你们信了吧？陈景然，你当众给我戴绿帽子，你还说你们不是早就串通好的？在场的所有人可都看见了，你们要识相一点，就把这些彩礼都给我们留下，我们还能既往不咎，不然我就报警告你们骗婚。你还是先操心操心你们自己家吧。你儿子劈腿，还图谋我们家的财产，我们不报警告你们就不错了，你还蹬鼻子上脸。梦雨，我没有，你别听那个贱人瞎说。丁家，是不是真的，你自己心里有数。不过，要不是你家今天闹这么一出，我也不会和景然修成正果。按照我们温城的规矩，我们孙家也愿意出8888万的嫁妆。什么？妈，我确定景然就是我未来要共度一生的人，今天我就要嫁给他。好，好，好，妈之前还以为你们俩没缘分呢，经过这么多波能走到一起，也算好事多磨，我同意。景然，你可算想清楚了，梦雨这个儿媳妇我要定了。婉君，我们姐妹俩以后是亲上加亲了。景然，其实我从小时候起就喜欢你，只不过我以为我们俩没有缘分了，很早就放弃了你。但是今天我居然可以直接和你牵手结婚，我以为我在做梦。你说什么？从小就喜欢我？好啊，原来你们俩早就有一腿。孙梦雨，你明明心里装着陈景然，却还要假意和我儿子结婚，你这种心口不一的女人和娼妇有什么两样？还好意思反过来指责我儿子劈腿？丁天琪，你又想说什么？刘春娥，你再撒野叫嚣也掩盖不了你们丁家骗我儿子彩礼的事实。我贺曼君保证，一定让你们付出代价。你们丁家真是蛇鼠一窝！我正式宣布，我们孙家和你们丁家的婚约即刻作废，从此一刀两断，再无瓜葛。来人，把东西抬进来。姑爷好，这是小姐的陪嫁，云顶别墅10套，黄金88斤，现金888万，超跑10辆，顶级珠宝18套，悉数奉上，请姑爷笑纳。这么多啊！真是造化弄人。曼君啊，我知道梦雨从小就喜欢景然，但景然无意，我们也不好再说什么。可今天既然又重新有了缘分，这些陪嫁给他们小两口，我也就安心了。你我之间这么多年的情分，如今儿女又走到了一起，双喜临门，我高兴都来不及呢。你能当阿姨的儿媳妇，我真是由衷的高兴。我们家给你的彩礼再加1倍。不用，曼君，他们小两口又不是挣不了钱，你给这么多会把梦雨这丫头惯坏的。这是我的心意，也是对你们孙家的尊重，你我之间无需多言。贺阿姨真的太多了，我赚这么多钱就是为了我的孩子，以后我死了，这些都是你们的。梦雨还叫我阿姨，我可要生气了。快叫妈呀！妈。妈，我不要退婚，这些嫁妆本来归我的。什么嫁妆彩礼？今天你们两家拿到这里的钱，都应该是我们丁家的。天琪，丁家，抢过来！这丁家人也太不要脸了，直接明抢啊！他们得罪的可是江城、温城2大顶级豪门，他们不想活了吗？这些财产本来就该是我们丁家的，你们敢对老年人动手，我要放过你们！
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刘春娥，既然你敢直接动手抢，再给你安一条罪名也不是不可以。我呸！这些钱本来就该是我们丁家的，你们家的归我女儿，孙家的归我儿子。贺曼君，你别以为你是恒昌集团董事长我就怕了你。今天你们不给我们家赔偿，陈景言和孙梦溪就别想结婚。我贺曼君在江城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威胁我。这钱我敢给，你敢拿吗？我有什么不敢拿的？今天婚礼现场的财物可以说是巨额财产，你要是拿走了，你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吗？你少吓唬我，这本来就该是我们家的。哼，好大的胃口！你不会觉得我对你们家一点调查都不做，就敢让我儿子和你女儿结婚吧？你什么意思？我调查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，你想不想知道？什么事了？反正我也不会信。这样吧，我只要现金和金条，其他的我都不要了，你们爱怎么结就怎么结。这就怕了。妈，我们走得了吗？陈景然他妈看起来好像真的不好了，这怎么办呀？见好就收吧，把能带走的带走，也够我们花了。那真的要让陈景然娶孙梦莹吗？你个蠢货，还想着男人，拿了钱再找下一个冤大头不就行了吗？别急着走啊，我给你们准备的惊喜还没收呢。贺曼君，这次是我放过了你们，不是你们放过了我，我可没那么多时间和你们纠缠不清。天琪、丁甲，我们走。站住！你们今天哪儿也去不了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看，这是谁？这人是谁啊？不知道啊，不过看丁家人那表情，怕不是个善茬。别又是什么大佬吧？怎么可能？大佬怎么会穿的这么普通？刘春娥、丁天琪，你们还认识我？林飞，你还活着？怎么，我活着让你们失望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刘春娥，这就是我给你准备的惊喜，怎么样？还喜欢吗？你到底是谁？你是人是鬼？不可能什么？你接着说啊！你不是我姐前夫吗？前夫？不可能！你已经死了！我明明亲手让人……你说啊？怎么不继续说了？有本事就当着大家的面说出来！我什么都没说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丁天琪，我们从大学时候就在一起，结婚之后那么幸福，可是你们家为了攀高枝，你竟然让你妈设计我出车祸！我操，还有瓜啊！这娘们原来这么狠！为了攀高枝谋杀自己的女婿，现在还带着孩子骗婚，真够狠毒的。我遇上好心人出手相救，在 ICU 里躺了大半年，才勉强从鬼门关里逃了出来。不可能！你们母子俩如此狠毒，连刚满1岁的孩子都不放过。还好我们爷俩命大，都侥幸活了下来。丁天琪，你忘了你给我生孩子时候的承诺了吗？什么？什么？这孩子是丁天琪的？他结过婚还生过孩子？贺曼君，你故意找一个冒牌货来指鹿为马，你为了抹黑我们家，还真是用心良苦啊！后来我才知道，我和丁天琪的相遇全是阴谋，他们看中了我继承的300万遗产，骗干净我的钱后就想甩了我和孩子。你想分开可以直接说，为什么要那么狠毒，要我和孩子的命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根本不认识你！你是不认识我，你现在的脸，你的身份都是假的。以前那个清纯阳光的丁天琪早就死了。整容换脸，杜造假身份，你还结过婚，生过孩子。你和我在一起这3年，就是为了骗我的彩礼吗？是不是我乖乖给完你们家双倍彩礼，你们也要设计让我意外死亡，跑去骗下一个？我根本不认识他，你妈随便找来一个陌生男人带个孩子就想诬陷我，我凭什么要承认我没做过的？丁天琪，你脸是假的，身份是假的，连孩子都生过，你身上到底什么是真的？这也太恶毒了吧！为了钱连命都敢害。丁家这哪是嫁人啊，这分明就是专业骗婚杀人的。你吼什么？反正你也不会娶我了，凭什么质问我？我和你现在没有任何关系，你少道德绑架我！那我之前为你奉献的3年算什么？你把我当傻子一样骗得团团转，这3年的情爱与时光，终究是错付了。你看到了吧？她就是这样一个恶毒的女人，他们一家都是娼苦。你比我幸运，有个爱你的妈护着你，不然你的下场只会比我更惨。你个信口开河的骗子，我只后悔没把你撞死！你这种废物男人早就该死了！我只怪我自己不够狠心，不然哪能让你这种废物来反咬我们一口？他这不是当众承认了吗？说后悔没把人撞死，这不就是认了？疯了，彻底疯了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这种话，在你眼里，钱比什么都重要。
为了钱，你甚至可以丧失人性，谋财害命。今天我既然来了这儿，就绝对不会再放过你这家害人精。你想干什么？他受了这么多委屈，自然是要讨回公道的。刘春娥，事已至此，我们算算总账吧。别放屁了！你以为找来一个莫名其妙的人指认我，我就会承认吗？休想！这破地方我1秒钟都不想待了。站住！人证物证俱在，你以为你还跑得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不会以为你犯了故意杀人未遂、诈骗高额彩礼这些罪，还能安然无恙吧？这哪一桩哪一件，不够让你蹲个几年大牢的？这都是你安排的人陷害我的，我没做的事儿，一件都不会承认。我来这里之前，其实还不知道你家这么多隐秘，差点还动了让你女儿和景然结婚的恻隐之心。巧就巧在李助理一直追查的事忽然有了眉目，马上就找来了凌飞和孩子。看来老天都要让你今天栽在我手上，报我儿子的仇。你们给我把这家人看好了，没有董事长的命令，谁也不许放出去。大家快看，我没有骗婚，我们家辛辛苦苦筹备婚礼，最后却给他们2家做了嫁衣，我们才是受害者，被抓进去的应该是他们。刘春娥，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。这个 U 盘里全部都是你这20几年诈骗害人的证据，你今天跑不掉。我没有啊，我只是个可怜的女人，我一个人要拉扯2个孩子，我不使点手段怎么能养活他们啊？我懒得听你的这些歪理邪说，你有什么话跟警察去说吧。刘春娥、丁天琪、丁贾小小，你们几人涉嫌故意杀人未遂、骗婚、敲诈勒索、故意损坏他人财物罪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冤枉啊！警察同志，我们母子3人是被人设计了，设局的是他们2家，你要抓的应该是他们。你现在已经涉嫌违法犯罪，请陪我们走一趟。有什么话，到时候询问的时候，自然会让你说个明白。警察同志，我有证据，我作证，是我妈逼我这样做的，是她指使人开车撞了我前夫，不是我被我妈胁迫，我是被逼的。警察同志，我也可以作证，都是刘春娥，这一切都是她策划的，她逼我们姐弟俩干这件事，我们真的是无辜的。你们2个吃我的喝我的，现在反过来污蔑我！我没有，就是你逼我这么干的，我不愿意你就虐待我。你个小贱人也收了贺曼君的钱是不是？你以为你指认我，他会让你嫁进他们家吗？你个蠢货，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？警察同志，你看到没有？他平常就是这么胁迫我们的。我们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，我们一定会积极配合调查的。警察同志，我只是从犯，我就撒了个谎，求你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都别吵了，有什么话回局里再说。没有啊，警察同志，我是冤枉的。警察同志，我是被逼无奈的，求求你们放了我。妈，姐，我不要坐牢，我不要，我不要了。贺女士，谢谢您帮我讨回公道，要不是您找到了我，我这辈子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你受苦了，以后带着孩子好好过日子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随时找李助理。兄弟，你比我幸运多了，好好珍惜身边人。我会的，你也保重。这一切终于结束了，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。景然，恶人自有报应，过去的事就放下吧。谁成想，一场婚礼居然闹出这么大的风波。好在我们的这2个孩子还是有福气的，经过这件事儿，2个孩子的感情想必会更加稳固，他们啊会更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。对不起，我想就怕操心，这3年让您吃亏。好了，丁家的事到此为止，以后的日子才是最重要的。你们2个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举行婚礼仪式？是啊，今天双喜临门，赶走了坏蛋，我们2家还结了秦晋之好，都得罪不归。小李，把隔壁孙家的宾客也叫过来，我们给少爷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。是，董事长。这场闹剧可算结束了。是啊，能看到有钱人终成眷属，这场婚礼算是没有白来。景然，闹剧已经结束了，你刚才说娶我的话还作数吗？当然作数，我之前从来都不知道你的心意，害你白白等了我那么多年，以后我会加倍补偿你，我们只会更加幸福。你看这俩孩子，我这心里啊比什么都踏实。咱们操心了大半辈子，总算没白费。各位来宾，今天我们在这里见证一对新人的结合。景然，梦雨交给你了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会用一辈子对她好。新郎陈景然，新娘孙梦雨，请交换戒指。
梦雨，谢谢你等了我这么多年。傻瓜，只要结果是你，等多久都值得。李成，我们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对的人。是啊，值了。